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玄空子三人看到药老都十分激动，他们都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这老家伙。药老拍拍玄空子的肩膀，看向一旁的玄一，夸他这么多年不见，依旧光彩照人，一点也不像他们这几个糟老头子。萧炎看着玄一，脸颊泛红，双眼带着雾气，一副小女儿姿态，暗自咂舌。他对药老的情谊，就连他这个木头都能看出来。药老几人寒暄过后，他便将联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他曾经被抓进过魂殿，自然知道魂殿抓取灵魂是在酝酿一个极大的阴谋，而魂殿的势力太强，若是不联手的话，想必最终大家都难逃魔爪。玄一皱着眉，要是老祖在的话，他一句话就能决定是否联盟。老祖算是丹塔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丹塔资历最老的人，只要他点头，联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位老祖喜欢游戏人间，尤其喜欢寻找那些还在母胎中就因为各种意外便失去了生命气息的胎儿，然后以一种特殊方式进入孕妇体内，开启平凡的一生，直到死亡才会离去。萧炎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这位老祖还真是个很独特的人。玄空子缓缓摇头，老祖并不是人，他的本体是一枚丹药。萧炎的头皮一下子炸开，嘴角抽了抽。玄空子对萧炎震惊的样子见怪不怪，当初他第一次听说老祖的本体时，也被震惊了好久才回过神。炼制出老祖的是丹塔早已逝去的创始人之一，那名创始人在陨落前1年费尽所有精力炼制了一枚丹药，丹成时他耗尽了心力，黯然陨落。不过在他陨落时，他的一丝神智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融入了那枚9品玄丹中，最后这枚变异的丹药化为人形，以丹塔守护者的方式留了下来。从某种方面来说，这位老祖也是那位前辈的一种另类分身，只不过分身的主次比较复杂。老祖曾多次救丹塔于毁灭中，所以他在丹塔的地位无人能及，而在丹塔安稳后他就失踪了，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他。萧炎抹了一把冷汗，9品丹药分为9品宝丹、玄丹以及金丹，如今还能出现的大多是9品宝丹的层次，玄丹几乎无迹可寻，金丹就更不用说了。而在9品金丹之后，便是传说中的地丹。在萧炎为丹塔曾经拥有的实力震撼时，玄空子说老祖不在，丹塔的大事便由小丹塔的大长老院投票决定。大长老院有10席，玄空子3人也在其中，但他们只有3票，其余7个老家伙大多迂腐，资历又比他们深。不过那7位长老中有2位和魂殿拥有着极大的仇怨，如果能说服他们俩，票数就可以持平。药老眼睛一亮，随后便同意了玄空子的邀请，一起再回小丹塔看看。玄空子打开小丹塔自成的空间通道，不到1分钟，萧炎身处一座高达万仞的山峰上，整座山峰被种满了无数在外界颇为罕见的药材。萧炎眼中闪过些许惊讶，这里简直就是另外一方丹界。几个小时后，玄空子苦笑着跟他们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们有5票赞成联盟，坏消息是再过3天就是大长老院那新长老的时候，新长老也将拥有1票。而这次最有机会进入大长老院的是一位同样极其迂腐的老家伙，并且侯老怪那人素来和药老不对眼，当年药老在丹会上将他踩在脚底，现在他绝对会投反对票。就在几人为此头痛时，玄一说药老虽然没有资格跟侯老怪争长老之位，但萧炎有呀。萧炎不仅是丹会冠军，还是下一任丹塔巨头的候选者，只要他能争得过侯老怪，这事就能成。玄空子告诉萧炎，他上一次见侯老怪全力炼丹时是20年前，那时他成功引来了8色丹雷，想必现在能够引来9色丹雷。药老眉头一皱，萧炎想要赢他，怕是必须要炼制出9品丹药了。但哪怕是最低层次的9品宝丹，药老练起来都有些麻烦。虽说萧炎的实力强，但经验却远不如侯老怪。不过萧炎如今实力大涨，灵魂力量也已经正式跨入天境，所以他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的。3天时间一晃而过，药老和萧炎在玄空子3人的带领下登上了广场。身材瘦小的侯老怪上前对着药老阴阳怪气。侯老怪听说药老打算竞选长老，这么多年不见，他也想看看药尘炼药术有没有长进。
药老忍不住一笑，摇着头说，如果他执意要找自己比试，不如先胜过他的弟子，正好这次他也要参加竞选。侯老怪看到萧炎如此年轻，脸色一沉，怒斥药老走后门也走得太过分了。等听到玄空子说萧炎是这一届的丹会冠军，完全有资格后，侯老怪脸色微变。当年他将丹会冠军输给药尘，一直是他的心头刺。他连忙阴阳怪气地说，这一届丹会的质量不行。等听到玄一说萧炎炼制出了5色丹雷，比他们那一届还要高上不少后，侯老怪的脸皮终于挂不住了。他语带怒气地说，既然药尘不出手，那这长老之位就必定是他的。而且他也知道药尘前来所为何事，到时候他一定要让他们无功而返。钟吟声响起，小丹塔中的7位长老现身，他们7人中有4人气息格外强横，其中有2位中级半圣，1位高级半圣，还有1位达到了2星初期斗圣。那位最强的便是小丹塔的大长老，也是丹塔中除了老祖外资历最老的。大长老察觉到萧炎的目光，望了过来，萧炎立刻感觉到一种无形的灵魂压迫。大长老见萧炎面不改色，下巴不可察觉地轻轻动了动，而后便让那些取得参赛选拔资格的人出场，谁最后炼制出来的丹药品阶最好，谁便是胜利者。听到大长老宣布选拔开始，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十分凝重。一尊尊气势不凡的药鼎出现，萧炎缓缓伸出右掌，紫褐中带着一丝深白的火焰升腾，最后凝聚成一尊通体由火焰凝成的紫褐色药鼎。萧炎屈指一弹，火焰化为一条火龙，在药鼎中盘旋着。眼看萧炎缓缓闭上眼眸，玄空子问药老，他打算炼制什么丹药？药老会的，萧炎基本全都学会了。以前药老炼不出9品丹药，所以留给萧炎的只有2种9品药方，并且还是最低级的9品宝丹。药老话音刚落，萧炎突然睁开眼，一枚菩提子出现在他手中。玄一眉头微皱，菩提丹最高层次也只能引来9色丹雷，想要赢侯老怪的话，可是有些困难。出于对萧炎的信任，药老说萧炎应该是有自己的打算。萧炎看到药老他们微微皱起的眉头后，淡淡一笑。按照常理，他炼药术的经验是比不上侯老怪他们，但他曾经在菩提树下参悟过，百世轮回让他得到了很多好处，其中之一便是炼药术的经验。看到萧炎头顶上空遍布了上千种密密麻麻的药材，玄空子有些疑惑，这么多的药材已经超出了炼制菩提丹的数量，但如果炼的不是菩提丹，为何大多数药材都和菩提丹相仿？药老3人缓缓摇头，现在只能等待最后的结局了。石台上的一位长老微笑着说，看来这次侯庆获胜的几率很大。其他几位长老微微点头，但中间的大长老却有些预感，这次选拔恐怕会有一匹黑的不能再黑的黑马闯出来。5天的时间转眼即逝，这5天中有不少药鼎能量暴动，最终让药材精华毁于一旦。即便是萧炎也足足毁了3鼎药材，不过在经历这3次失败后，他炼制的速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炼丹成功，等到场中只剩下几人还在炼制时，大多数的目光都汇聚在萧炎和侯老怪身上，就连十分相信萧炎的药老此时也有些紧张。没多久，一股极强的能量波动出现，侯老怪意气风发地站起身，他炼制的研磨清玄丹不出意外地引来了9色丹雷。侯老怪冲着药老冷笑，这一次他赢定了。药老眉头一皱，刚想说话，就听到睁开眼的萧炎笑着说，那可未必。萧炎缓缓站起身，火鼎中突然传出细微的声音，萧炎手掌缓缓举起，对着火鼎猛地一握，火鼎被生生炸开后，火龙盘旋在天际上。眼看自己的9色雷云出现收缩的迹象，侯老怪心头一沉，怒斥萧炎究竟要干什么。萧炎面色一冷，一道蕴含着极强威压的聒噪2字在侯老怪耳边炸响。侯老怪被萧炎喝退后，惊怒不已，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萧炎手印迅速变换，一股惊人的能量波动从火龙体内蔓延。玄空子十分震惊，萧炎竟然能以火凝物，丹藏于物，这般本事即便是药老头也不具备。就在其他炼药宗师对萧炎的炼丹手法惊叹时，天空上响起一道巨响，这片天地一下子暗了下来，一种极端深邃的黑云弥漫天空。在萧炎引来的黑魔雷下，侯老怪的9色雷云飞速收缩，
萧炎从黑魔雷中感受到了一种极其浓郁的毁灭力量，云层中心缓缓裂开一个圆形的漆黑的黑洞，萧炎汗毛竖起，滔天气息毫无保留地席卷而出，一道手臂粗壮的黑色闪电对着下方火龙而去。这道黑色闪电吓得周围所有的炼药师身形急退，5道天妖魁出现在火龙上空，但以往从未失过手的天妖魁在碰到黑色雷霆时瞬间化为乌有，接连损失5个天妖魁。萧炎知道这种时候必须要他亲自出手了。恐怖的能量汇聚在萧炎拳头上，狠狠地和黑色雷霆轰击在一起，这片天地的空间顿时噼里啪啦地爆炸开，眼看自己头顶的雷云被撕裂成一片虚无，侯老怪的脸色异常精彩。萧炎凭借自己的实力硬扛下了黑魔雷。石台上一名长老叹气，看样子联盟的事他们要占据优势了。联盟固然有违丹塔规矩，但必要时行必要事，更何况有塔才有规，若是连塔都没了，还谈什么规？听到大长老的话，其他几位长老对视一眼，只能缓缓点头。黑云消散的那一刻，火龙突然仰天咆哮，一道流光从火龙爆裂开的身体中飞速逃出。萧炎大笑一声，身形出现在流光之前，大手抓了过去，流光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化为另一个萧炎立在天空上。萧炎忍不住笑着摇摇头，果然不愧是9品宝丹，居然还能变成人形。萧炎没有跟他过多纠缠，找准了机会就将他封锁住了。一枚通体翠绿的浑元丹药悬浮在萧炎掌心。萧炎炼制的这枚9品宝丹名为菩提大还丹，功效和菩提丹差不多，只不过是在菩提丹原本能够增幅突破半圣的成功率上增加了2倍而已。也就是说，菩提大还丹能让一位斗尊巅峰的强者增加5成的成功率。这个丹方是萧炎经历百世轮回方才领悟出来的，也只有经历过菩提心强化又拥有着异火的萧炎，才能炼制出如此恐怖的功效。9品宝丹自然远胜侯老怪的丹药一筹，所以这场选拔最后的胜利者就是萧炎。好啦，今天的视频多多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